各位朋友，日本和菲律宾这两个贱货跑到了中国台湾家门口去划线去了，而中国的海警呢是善于利用机会的，一点儿都不放过呀！你看佩洛西老婆子访问台湾，台湾的中线没了啊，是吧？那么这次呢，日本、菲律宾来划线，结果呢，中国海警去台湾的东部也去划线去了，大家看看吧。中国海警2304编队在台湾以东的海域巡查执法留下的航行图，航行最远的位置距离台湾岛以东约400公里，距离台岛以东的兰屿岛大概是370公里。如果把这个数据换算成海里的话，正好是200海里。符合以领海基线向海洋延伸200海里为专属经济区这一国际惯例。中国海警出现在台岛以东，确实是专门划线给日本、菲律宾看去了。目前呢，实质性的反应，派出执法船只前往相关海域进行划线，仅仅是一个开始那么肯定不会止步在这个地图上的一些动作，更要相关海域的实质的控制权。随着执法巡逻的常态化中国海警呢会在整个台岛以东维护中国整个的海洋权益。这也是算是替台湾那个赖清德当局那个台独的怂货维护台湾的这个利益了呀，是吧？那么台湾岛内的很多的名嘴都感谢中国海警人数总共21个人在船，然后中国大陆15人，中国台湾2人，菲律宾2人，印度尼西亚2人。请加强瞭望，注意航行安全。再会。抖音，中国海警对那个区域的船只进行临检，台湾渔民归心一听中国海警来保护我们的这个捕鱼的权益呢，是吧？我们中国台湾船员2人，中国大陆船员15人台湾渔民都归心了说是承认一中。我估计赖清德这帮台独的怂货们听了以后得气晕了。因为中国已经到太平洋，就是我们台湾的东部，而且已经军舰跟飞机都出入在钓鱼台还有巴丹岛附近的海域。那我们周边的国家要增加互相的这个合作，就像台湾也是有增加要跟日本、菲律宾的合作一样，这都有助于维持台海还有我们这个第一岛链的和平跟稳定。所以我们跟日本跟菲律宾之间也都签有渔权的协定，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除了他们公开的说明，也有跟我们沟通也确保我们国的利益不会受到损害。我还看到网络上网友更好笑，他说：“你们到底搞清楚没有？那邻居只不过来占你一个水沟，你在乎什么？这到底是什么逻辑错乱思考？真觉得匪夷所思能够把被人家欺负合理化这样，我也是够了。你们这群丢人现眼的垃圾，还敢出来讲话，真是有够不要脸。”2个家伙偷偷摸摸想把这个事情干掉，这干掉这个事情呢，台湾不管怎么样都要表现出一个这个是我的这个经济海域，或者是我的主权的一个站在主权的声明，相关的或是有主张一定要提出来。结果台湾通通都没有主张，
那老公一看，哎，你都没主张，我马上是我来主张。这个中国台湾是我的领土，那是联合国通过的，他就可以不主张完了，不客气，海警队马上派来，然后结果这2个杂碎，日本跟非洲，吓得他们现在不敢谈判了，暂时停止，暂停，全部停止，他怎么弄？他怕如果他的船经过这个地方的话。登检啊，登船临检啊，他海警跟你客气个屁。现在刚好有一个机会，中国的海警船在这边巡逻嘛，那干什么？我们请中国的海警船来保护我们台湾渔民嘛。那日本人来拦的话，我们就请中国的海警船跟我们保证，跟他干了。民进党已经彻底失去了民心，不论是蓝绿各种的新闻下面留言一面倒，全部谴责民进党，甚至还有不少欢迎大陆海警船来保护台湾的渔民。因为大家看得很清楚啊，罪魁祸首是谁？是这个越界抢劫的日菲和放任被抢的民进党啊！大陆的船过来，然后说这是中国的海，我保护台湾渔民。请问，如果你是渔民，你选哪边？大陆派海警船到这个区域来，全世界都认为是一个中国的领土啊，而且大陆讲得很清楚，这就是我领土的主权，所以国际上是承认一个中国为原则的，所以这个没有任何疑义啊，在国际上没有国际法可以管哈，而且两岸之间在国际上定位是属于内政，它不属于国与国之间的关系，所以没有国际法的问题啊。我觉得台湾的政治人物实在太愚蠢了。政府为什么存在？保护领土、主权、人民嘛，基本上就这样。但你自己都不去保护，你让那个菲律宾那个崇尔小岛，然后跟日本那个军国主义，然后他两个可以结合在一起，到你家来挖你的根，挖你的墙根，你还不吭气，你还讨好。然后让日本还把你骂一顿，你没有主权，你不是自取其辱吗？所以台湾这些不懂事、不懂得法律，也不懂得保护台湾人民的这群政客，你不是就给中国大陆一个在国际上完全可以容许的执行它的保护领土主权的一个执法的行为吗？这个就是执法行为啊！各位知道，执法行为多来几趟以后变成什么？大家本来现在已经也没有意见嘛，默认嘛。那你再下来以后就变成既成事实，变成既成事实的时候，你民进党还要讲什么？是你自己放弃了你自己的权利，然后你现在还讲什么？第二个，你放弃了你自己的尊严，你自取其辱嘛。另外，大家在讲说，那台湾以东的太平洋，中国大陆的军舰甚至航空母舰都开过去了，对，也不是今天第一次海警船呢。所有的军舰早就开过去了，针对是谁？针对是关岛跟日本的琉球群岛上面的这些所有的军事的部署啊。那中国大陆已经做了，你有看到美国有抗议什么吗？你有看到日本有抗议什么吗？所以这是一个事实嘛。我另外要讲一个事实，就是大家一定要去确认的，大家要去认知的，我们的宪法跟大陆的宪法都是讲一个中国，这是我们宪法明定的。所以你宪法下面的执法有什么任何问题？没有任何问题啊。还有一个，我觉得台湾的政治人物真的要晓得啊，什么叫做实力原则，什么叫做务实的做法。你看，南韩的那个李在明就很聪明啊，他跟北韩之间的关系很简单啊，我不希望有战争，我所以不会去惹你啊，不像民进党天天要去惹中国大陆干嘛？你又没那个力量。然后你还天天去惹，那你希望有战争？你不要讲战争了，你今天菲律宾跟日本挑你一下，你都没有能力可以出来去跟他们对抗，你还要去挑中国大陆干嘛？好好的和平相处多好呢？天天关起门来，天天去骂人家，有意义吗？我们现在我坦白讲，海巡署我其实觉得蛮可怜的，这被逼着非要讲话不可，但是实力上又没有办法硬杠。到最后只好发一个新闻说我们已经把他驱离了，其实人家只是任务这样绕一绕嘛。
你认为只有在台湾的东岸吗？东南方吗？其实是全台湾的周遭海警船都在嘛。你要去问问看日本，日本今天的琉球，日本今天的钓鱼台，中国大陆这样海警船去，他有什么办法？他都没有办法，你有什么办法？是。台湾民进党赖清德这帮败类、卖国求荣啊，这帮人一定会钉上历史的耻辱柱的。那一天赶快来到吧！点个订阅，咱们下期再聊。